你一定听过这句话，真正的高手根本不用去解决问题，而是升高维度，让问题自动消失。一个真正厉害的高手，早已经看破了事物之间的底层逻辑，早已升高了意识的维度，早已掌握了道的运作规律。当你学会了用道的视角去解决问题，那么永远都是降维打击。所以解决问题的方式永远不在于问题本身，而是在于你的维度的高低。所以我们要永远记住一句话，先调频再做事。当我们把自己的频率提升以后，我们的维度会自动在升高。当我们的维度升高以后，所有的问题它就会自动消失。这不是玄学，而是真理。而普通人如何升高维度，让问题自动消失呢？如何通过升维之法见证一个人做的升维，以及让问题做的消失的呢？首先，在正式介绍之前，我们需要先假定一个问题，然后再见证它的消失。但假定什么问题呢？在我们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或许每个人都遭受过社会的毒打，只是毒打的情况和程度不一样。而同样呢，接下来如果有人觉得下面这个问题确实不是个问题，那么接下来听的过程中呢，你可以假设一下另外一个方向，就是你是否有逻辑可以做到引导对方借助你的维度让他的问题消失。也就是通过升维之法也可以了解到什么是伯乐之道，育人之法。小 A 大学毕业以后去一家公司上班，和他一起入职的还有另外一个人。而他们入职的时候，他们领导给他们说，你们的试用期都是4000块钱，结果另外一个人却发了5000，并且不仅如此，他们领导给他说，因为他们都是新员工，年底的时候没有年终奖，但是今年过年的时候，他才知道那个人去年过年的时候有年终奖。他觉得他被毒打了，受到了不公平待遇，于是就想问我他应该怎么办。那么很显然，像这种情况，有很多人就说了，这是什么个事儿呢？这都不是个问题，他肯定是没他那个同事聪明，会来事儿等等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不是个问题，他需要反思自己了。而同样的，或许也有人说他那个领导确实不咋地，确实属于不公平，或者说这是属于领导没有领导力，说话不算数，也就是没有给人家一个解释等等。那么你会是以上两种说法的其中一种吗？如果你是，那接下来的内容我强烈建议你认真仔细地看到最后，你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。因为以上两种，它无非是内归因和外归因的结论，无论是哪一种都无法让这个人升高维度，让问题消失。换句话说，外归因的人论到极致，就是把问题推卸到别人身上，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就行了。而如果对方问题解决不了，往往也会产生指责、嫌弃等情绪。而内归因的人是属于遇到问题时，首先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，而往往解决不了问题时，会让自己陷入自责、内疚、内耗等等。所以无论是内归因还是外归因，无非是给问题下个责任结论，而并非是本质的去解决问题，这完全是两个概念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，
很多夫妻之间以及各种关系之间的矛盾与恩怨，也都是属于惯性的认为归因的结论就是解决问题的路径，而事实上归因后的结论并不能解决问题，它只是沉淀成一种情绪，并转化成矛盾与恩怨。所以说，真正的高手从来不拿归论的结论去解决问题，而是遇到问题时，首先找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，然后基于问题的本质，让自己的认知维度做得起飞，升维地去解决问题。而具体的做法，也就是当一个人觉得这一件事对他不公平时，我们先不要用归因法来审视问题，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单拎出来和具体的人没有关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通过现象看本质，可以清晰客观地看到，如果一个人感受到不公平，本质上就是人性之中的对比心在起作用，也就是对比之心才是产生问题的根源，因此消除对比之心这个问题就会自动消失。而如何让对比之心消失呢？我们都知道境由心生，它有那个对比之心，它才有那样的境。所以最有意思来了，就是什么样的境没有对比之心？就是如果这件事对你来说它都不是事儿，说明你没有对比之心，你看的境也和它不一样。那么你看到的是什么境呢？你能够给他说明白吗？或者准确的来说，你能够让他借助你的眼睛看到你的境吗？如果他看到了，那么你的境就可以协助他诛杀他的对比之心。而这段内容如果掰扯明白了，既可以领悟到升维之法，也可以习得伯乐之道。而接下来如何让他看到你的境呢？首先，所谓的境是指一个人认知这个世界的结果，而很显然我们每个人认知这个世界的结果不仅不同，还有本质上的段位差距。所谓的段位差距，就是认知越高，那么所发现的规则就不同。而什么是规则呢？就是如果这个世间是一场游戏的话，那么你觉得你玩的是一场网络游戏还是单游游戏呢？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引发两个不同的境，以及意识到两个不同的境的潜规则。所谓潜规则，对应的就是潜意识。就比如说，如果一个人认知这个世界它是网络游戏的境，那么这种对比之心它就消除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网络游戏的概念中，他俩都是玩家，是平等的，但游戏的开发商所设计的运气机制和氪金机制却使其产生不平等。因此在这种认知的境，会使玩家在潜意识中就会觉得游戏的开发商是天道，主管运气、制度与规则，而氪金机制意味着外力，也就是相当于出生的背景。所以在这种认知下，他抱怨出生，也祈求天道护佑。如果别人获得了什么，他的第一意识也不是别人付出了什么，而是天道护佑别人而没有护佑他，所以他就会感觉到不公平。当然他也不是认识不到别人的付出，只是会把它放在第二认知，或者是不愿意承认罢了。那么如果一个人认知这个世界是单机游戏的境会是怎么样的？很显然，单机游戏的境就是除了我的联机队友之外，其他的全是 NPC，
那么面对 NPC 自然不会产生对比逻辑，他只会了解 NPC 的属性，从而使自己更好地去玩好这场游戏。同时，游戏开发商对他而言虽然也是天道，但是此天道非彼天道，天道对他而言仅是游戏规则，且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。所以在他眼中，如果说一个人拿到结果，他的第一意识就是感知这个人拿到结果的合理性是什么，从而使得自己了解更多的游戏规则。因此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认知这个世界的境。而很显然，当一个人觉得这个世界是个单机游戏的境，对比之心自然就消失了，压根也不存在。所以一开始那个问题你觉得消失了吗？同时基于上述内容，大家或许也理解了为什么认知越高的人越孤独。本质上来说，就是他在打单机游戏，身边能够和他连接的队友太少了。最后所谓的生为之法，它的核心就是基于境由心生的底层逻辑，反过来以境换心。也就是你遇到问题时，先不要归因这个问题的责任是什么，而是把这个问题单纯的拎出来，通过现象看本质，找到问题的本质之后，再琢磨一个更高的境，以境换心。而琢磨的过程就是在找生为之路。当然这个东西很难，属于在找通天之路一样。所以在这个社会也存在借道的说法，也就是更高维度的人以及懂得伯乐之道的人会通过反问的方式，所谓的反问不是指导的效果，而是引导的效果，引导找到那个境，为其造境换心，用升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才是大智慧。红绿灯解决不了拥堵的时候，你就架一座天桥；保持身材和享受美食冲突的时候，你就多做运动；婆媳关系难以解决的时候，你就多赚钱。升维往往不是解决问题本身，因为问题本身可能是无解的。升维是让问题不再成为问题，在迷宫里怎么绕都是墙，站到迷宫上怎么走都是路。人与人之间的差别，终究是认知境界的不同，意识维度的不同，信念在哪个层次上，精神力量就在哪个层次上。高手臣服于整体，普通人局限于个体。因为人生格局与意境不同，能量与智慧也就有了天壤之别。那些真正的人生强者，成事高手，无一例外都是格局比较大的人，因为他们自觉把自己置身于更高的层次，更大的空间，更长的时间，更高的维度，因为更容易通透万物，掌握本质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那就是臣服宇宙，敬畏神性，尊重天道，以道生术，以道育术，从不纠缠于解决问题，而是升高维度，让问题自动消失。他们强大的底层认知逻辑是先超越，后拥有，先天道，后人性，先出路，后思路，先务虚，后务实，先能量，后物质，先知觉，后头脑。他们回到根上，寻求人生的各种方案，让一切问题彻底回到出路上，回到空性上，回到生死上，
回到意识上，回到能量上，回到信息上，回到场域上，回到整体上，回到信念上，回到使命上，回到慈悲上，回到奉献上。答案自动流淌，出路决定思路，意识改变命运。真正的高手从不纠缠于解决问题，而是升高维度，让问题自动消失。用到的视角解决问题，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。方法与技巧林林总总，只在树上下功夫，终究只会心力憔悴。只有在道的层面上下功夫，把握宇宙基本法则，以道驭术，才能活出意识世界的自由活泼、生机蓬勃。更重要的是，那些核心的道本身就是最纯粹的术，可以通透消融一切问题。以道的视角看世界，万事万物皆有规律，天地有天地的法则，众生有众生的法则，一切都是整体需要决定的。具体到每一个行业、领域，都有其统一的深层运行规律，通透这些规律，就可以轻松解决变化万千的问题。当你顺应宇宙向善的内在发展意志，心怀光明，动机至善，浩然正气立于正中，坚定不移地走人间正道，走人生大道，天地都会自动为你清除重重困难与障碍，助你一臂之力。告诉你自己，人生真的不是一场短暂的物质盛宴，而是一场永恒的灵魂修炼。回到你自己，让自己的意识变得更纯粹、更透明、更柔软，这才是最重要的功课。每天夜深人静时问问自己，今天我的意识进步了吗？我的境界打开了吗？我的灵魂光明了吗？日日精进不止，人生自然升级。问题的答案都藏在更高的意识层次里。万法皆是心法，一切始于心，终于心。一切的智慧，一切竞争，本质上都是心的比拼与对决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心力才是一个人的人生核心竞争力。一切本自具足，意识具有无限的可能性。你的意识同哪个层次的东西相结合，在哪个层次的轨道上运行，你的智慧与能力就会在哪个层次上得到真实呈现。意识领域的核心法则是超越才能拥有。想真正拥有一样东西，你只有先升级自己的认知系统，在更高的维度上超越它，通透它，包容它，生长它，才能最终实现高维对低维的全息整体兼容。问题的答案一定都藏在更高的意识层次里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一定不要在同层次上反复纠结，而要把全部的精神聚焦在认知系统的升级上，聚焦在认知格局的开阔上。个人的问题上升到整体层面，命运的问题上升到因果层面，得失的问题上升到空性层面，身体的问题上升到能量层面，能力的问题上升到愿力层面，金钱的问题上升到意识层面，事业的问题上升到使命层面，家庭的问题上升到气场层面，
把当下的问题带到更高维的智慧层面上，答案自然呈现。3. 没有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，一切都是为你而来，一切都是来圆满你的。注意力就是吸引。有时候当你把困难当成困难，心中充满畏惧与焦虑，过度纠结于当下的困难与问题不能自拔，你可能会吸引更多的问题出现。这些问题不断消耗你的身心能量，把你困在低级的意识活动层次上。真正开窍的人都是就地转念的高手，他们当下即是，活在此时此刻，活在正知正念，活在敬畏敬重，把所有出现的问题都当成丰富与提升自己意识整体的最佳时机。他们心怀感恩，怀着平和喜悦的心情去感受问题背后的精神实质，在喜悦轻松的频率中至诚至敬地清理纯粹自己，不断用光明填补意识中的缺陷与漏洞，使自己的意识越来越整体，越来越强大。你自己肯定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或经历，遭遇困境，面对某一件事百思不得其解，能量消耗殆尽后放空自己，清零自己，转换心境，转念之间却一切恍然大悟，一切问题似乎瞬间消失，灵感泉涌，犹如神助。一个人一旦真正觉醒，就会发现问题不是问题，困难不是困难，失去不是失去，低谷不是低谷，绝境不是绝境，一切都是人生的体验，生命的课题，意识的丰富，一切都是灵魂的修炼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4. 真正的强大是允许一切的发生，真正的强大是允许一切的发生，允许一切如其所是，允许树成为树，花成为花，允许高低起伏，允许成败荣辱，允许山穷水尽，允许柳暗花明。一个人一旦臣服，他反而会变得更加厉害，因为他虔诚相信宇宙的智慧，身体与意识柔软透明，不对抗，不评判，不强制，顺应天道法则，顺应宇宙意志，自觉自在，顺流顺遂，内在智慧得到充分释放，自由流淌。这个时候不是他在生活，而是一体在生活，集体的智慧在他身上得到充分链接与完整下载，高维智慧得到立体开启，来自身心的直觉与灵感源源不断，应对尘世问题轻而易举。要学会格式化过去，一切如梦放泡影。无论我们过去是好是坏，你一定要全然的放下，全然的忘记。如果你的大脑一直被过去的人事物深深的锁住，那么你就在为自己生命设置一个最大的牢笼，就如同坐井观天的青蛙，一辈子都无法看见更大的天地。所以你若想看见更大的天地，认知更大的意识空间，你就要把自己定住在当下，把头脑里的限制性信息全部砍掉，打破固有认知，直接重装系统，进入一个全新的生命空间。时机未到，身心归位，
合意中正，潜龙勿用，时机成熟，顶天立地，意气风发，扶摇直上，一切顺势而为，无为而无不为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一句先调频。在做事，当你的格局越大，维度越高时，人生也会越来越顺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